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晚年频道，我是周文渊。如果你是经过重重流程宣誓入籍的美国公民，今天的内容请务必看完收藏，它关乎你最重要的身份资产。很多人拿到护照那一刻都觉得身份已永远稳妥，但今天我想和你聊聊，在某些特定且法律认可的情况下，规划公民的身份是有可能失去的。这不是制造焦虑，而是帮你筑起防火墙。了解规则，守住关键，你的身份才能真正安如泰山。首先要明白一个核心区别，规划公民和出生公民在身份的稳固性上有根本差异。出生公民受宪法第14修正案近乎绝对的保护，而我们的身份本质上是法律程序的结果。从申请绿卡到宣誓，每一步都是人为的，有记录的。这意味着，如果事后发现当初程序的基石有问题，比如关键材料作假或重要回答撒谎，法律就赋予了政府质疑甚至撤销身份的权利。请记住这个前提，今天所有讨论都围绕规划公民这一特殊身份展开，明白了这一点，后续内容才能听得更清楚。那好，政府到底能依据什么来撤销一个已经宣誓入籍的人的公民身份呢？最核心、最常见也最需要你警惕的一条，就是入籍过程中存在欺诈或虚假陈述。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法律文书的感觉，我把它说得再白一点，就是你当年为了顺利拿到身份，在填写那份至关重要的 N400 入籍申请表时，撒了谎，或者故意隐瞒了重要信息。这个撒谎法律可不管事情本身是大是小。我猜很多朋友心里可能会嘀咕，我20年前那次小小的店铺顺手牵羊，或者一次年轻人冲动的打架被记录了，事情早就过去了，在填表的时候觉得无关紧要，忘记写了，应该没事吧？我告诉你，朋友，这种想法风险极大，是大错特错的。政府事后追究的往往不是那件陈年旧事本身，而是你在宣誓效忠美国政府时，竟然选择欺骗这个行为本身。它的法律逻辑是，你既然愿意在这件小事上面对联邦政府都敢隐瞒，那就说明你的良好道德品格在当时就是有瑕疵的。你从一开始就可能不符合入籍的法定要求。更可怕，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条规则是，这种追究没有诉讼时效。它不是说你入籍5年、10年后就安全了，就既往不咎了。哪怕你30年后功成名就，儿孙满堂，成了社区礼德高望重的长者，只要当年的那个谎言被挖出来，司法部的传票照样可能送到你手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要领，绝对永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移民相关的任何官方表格上隐瞒或歪曲任何信息，哪怕你觉得它微不足道到不值一提，光讲道理可能不够深刻。我跟你讲一个我们频道曾经深入了解过的让人非常唏嘘的真实案例。咱们的这位朋友就叫张先生吧，他是个典型的第一代移民，吃苦耐劳。2010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入籍，之后一直经营着小生意，是街坊邻居眼里的老实人。但在2022年，他想扩大生意，去竞标一个需要较高级别安全背景调查的政府供应商项目。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对吧？但在那近乎显微镜式的背景审查中，调查人员居然挖出了他在1998年，也就是来美国之前，在原居住国因为一次商业合同纠纷被对方报警，有过一次短暂的逮捕记录，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案子根本没进入起诉阶段就被撤销了。这件事年代久远，张先生自己也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在当年填N400表格是否有过被捕记录那一栏，他勾了否。就因为这个无意的，甚至是基于认为没被定罪就不算数的误解而产生的遗漏，司法部对他正式提起了撤销国籍的民事诉讼。周先生这下慌了，为了保住身份，他前后聘请了律师，花费了超过15万美金的律师费和各种费用，整个家庭被拖入长达2年多的法律诉讼漩涡，心力交瘁。最后，法庭虽然也认可他多年来是守法的居民，但法律条文对虚假陈述的认定非常严格，他最终还是输掉了官司，公民身份被撤销，重新回到了永久居民绿卡身份。
而且更糟糕的是，因为这件事暴露了他当年绿卡申请材料中可能也存在的不一致之处，他现在还面临着移民法庭的驱逐程序。你看，仅仅是一个勾选错误，一个基于误解的隐瞒，就可能像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让几十年兢兢业业经营的生活、家庭和未来规划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所以，请你千万记住，诚实在这里不是一种道德选择，而是保护你自己和家人未来最核心、最关键的策略。除了隐瞒自己过去的黑历史，另一种同样危险且常见的欺诈是关于你如何获得最初的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绿卡的。换句话说，你公民身份的地基是否牢固？比如说，你的婚姻绿卡是不是基于真实的夫妻关系？你当年申请的政治庇护，你的恐惧和经历有没有夸大甚至虚构的成分？如果你最初获得绿卡的根基本身就是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那么在这份欺诈得来的绿卡基础上，你后续的入籍申请就像在沙滩上建造高楼，外表看起来光鲜，但只要政府决心深挖，就完全可以连根拔起，宣告你整个移民链条无效。随着国土安全部、移民局、国务院乃至 FBI 数据库的日益联通和信息共享，以及人工智能对比分析技术的应用，政府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容易发现你20年前、30年前不同申请表格之间的微妙矛盾和时间线上的漏洞。所以，这第二个关键要领就是，你必须确保自己移民之路的每一个关键环节，从最初的签证申请到调整身份拿到绿卡，都是清晰、真实、经得起历史和时间反复检验的。如果你的心底深处对最初获得绿卡的方式有那么一丝不安或心虚，那么即便你入了籍，这种不安也不会消失。你的公民身份永远无法给你带来真正的踏实的安宁。咱们再把思维拓展一层，失去公民身份不仅仅可能因为你过去在申请时撒了谎，也可能因为你后来，也就是入籍之后，做了一些触碰法律红线的行为。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如果你在获得公民身份之后的5年内，主动加入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美国政府的组织，这里的法律关键点在于意图，政府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你这么做是怀着损害美国利益的主观意图。虽然证明标准不低，但一旦你沾上边，就等于把自己卷入了一场极其昂贵、复杂且耗时的法律战争中。比方说，你加入了某个被美国国务院明确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外围团体，哪怕你声称自己只是参与其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从未想过暴力，这也会立刻让你成为国土安全部的重点关注对象，你的公民身份将面临严峻挑战。因此，这第3个关键要领就是，请像爱护眼睛一样珍视你来之不易的美国公民身份，以超乎常人的审慎态度对待你在海外可能加入的组织、社团，以及你与某些特定国家或势力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在这个信息时代，你的社交媒体言论、参与活动的照片都可能成为未来的证据。好奇心和社会活动可以有，但边界感必须异常清晰。聊到这里，肯定有很多拥有双重国籍或者考虑保留原国籍的朋友会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我同时拥有中国护照和美国护照，是不是本身就特别危险？会不会因为这个双重身份而容易失去美国籍？这一点，请大家先放宽心。美国政府在政策和法律实践层面，对于双重国籍现象，总体上是采取一种默许的、不主动干涉的态度。你出生时就因为父母身份而具有中美、美加双重国籍，或者你入籍美国后选择不放弃原国籍，只要原籍国允许，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合法的，不会构成问题。真正的法律雷区，其实在于你获取另一个国籍时的那个具体动作。关键在于，当你加入另一个国家国籍时，对方要求你宣读的效忠宣誓誓词，具体内容是什么？如果那份誓词里明确包含了我在此完全彻底地放弃对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政府的任何和所有效忠这样的字句，并且你自愿地、清楚地宣读了，那么这个行为本身就可能被美国国务院解读为你做出了自愿放弃美国国籍的明确表示。但是，如果你加入的国家、
其誓词只是要求你效忠本国，遵守本国法律，并没有要求你明确否认对美国的效忠，那这就通常不构成法律冲突，你的美国身份依然是安全的。因此，第4个关键要领就是，如果你正在考虑获取其他国家的国籍，务必像一个严谨的律师一样，仔细审阅对方要求的效忠誓词的具体文本。如果文本模糊不清，或者你无法确定其法律后果，不要怕麻烦，花上一笔咨询费，找一位专业的、精通国际国籍法的移民律师问清楚。这区几百上千美金的咨询费是防止未来巨大损失的最划算的投资。最后，我们得用点时间聊聊政府的眼睛到底有多厉害，了解你的对手盘，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你可能会觉得几十年前的旧事了，纸质档案说不定都丢了，他们怎么可能查得出来？朋友，时代早就变了，现在政府的调查能力可能远超普通人的想象。首先，所有移民申请人在打指纹、拍照片时，你的生物识别信息指纹、面部特征就已经进入了国土安全部庞大的跨部门共享的数据库。这个系统就像一个永不忘记的超级大脑。如果你早年曾用张 A 的名字申请避难被拒，后来用张 B 的名字结婚拿绿卡再入籍，一次例行或针对性的指纹交叉比对，就能让这2个身份瞬间关联，让你所有的隐瞒无所遁形。其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算法已经应用于移民文件的初审和抽查，电脑程序可以不知疲倦地扫描成千上万份 N400 表格，自动标记出与申请人之前提交的 II-485 绿卡申请、II-589 庇护申请等表格在日期、事实陈述上存在矛盾的申请，交给人工重点审核。再者，永远不要低估人的因素，邻里之间长期的积怨、生意上的竞争，甚至家庭内部矛盾，比如离婚时的财产争夺，都可能促使一个知情人向移民局或ICE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进行匿名或实名举报，成为调查的导火索。此外，美国司法部旗下有专门的机构，与欧洲、亚洲等多国政府保持着密切合作，共享战犯、恐怖分子及严重刑事罪犯的名单和生物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追查那些犯下暴行后改名换姓、潜逃美国并试图洗白身份的人。所以，第5个关键要领其实是一种心态的建立，在移民和公民身份问题上，绝对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你想彻底埋葬一个秘密，尤其是曾被官方记录在案的秘密，难度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就是活在阳光下，让经得起检验的诚实成为你最坚实的铠甲。说了这么多风险和案例，可能气氛显得有些沉重，但请你相信，我的初衷绝非制造恐慌，而是传递知情及力量的理念。了解了这些潜在的风险点和你需要坚守的防线在哪里，你反而应该感到更加踏实和自信，因为你清楚地知道护城河应该挖在什么地方，敌人可能从哪个方向来。对于咱们所有规划公民来说，最强大、最有效的护身符，总结起来就是5个字：无可挑剔的诚实。如果你的过去确实有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有过被捕记录但未被定罪，或者在原籍国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未在首次申请时披露，你不知道在法律上该如何准确、合规的申报，那么最好的办法绝对不是自己在表格上碰运气、玩心跳。最明智的投资是花钱聘请一位经验丰富、口碑良好的移民律师，在他的全程指导下，完成对所有历史的、透明的、技术性的披露。这笔律师费可能只是你未来年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但它比你日后可能面临的动辄10几万甚至几十万美金的撤销国籍诉讼律师费，以及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家庭动荡和精神折磨，要划算1000倍万倍。另外，我也要特意花点时间澄清几个在华人社区里流传甚广的误解，让你把心真正放回肚子里。第一，你作为美中双重国籍者，回中国去参加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如果你仍有中国户口和相关资格，这件事本身通常不会导致你失去美国国籍。第二，你退休后决定长期回中国居住，甚至在那边住了20-30年，
只要你按照美国法律要求，每年按时申报个人所得税，即使你的收入未达到缴税门槛，你的美国公民身份就绝对不会因为居住海外太久而被自动剥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的政策，甚至参加和平的抗议集会，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保障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权利。这与你的公民身份毫无关系，政府绝无可能因此启动撤销你国籍的程序，你的权利是受到宪法根本性保护的。总而言之，张先生那段令人遗憾的经历，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残酷但真实的道理。我们历经千辛万苦，通过无数考核才获得的美国公民身份，是一份无比珍贵的资产。它需要我们用持续一生的智慧和如履薄冰的谨慎去悉心守护。这份身份不仅仅是一本可以免签多国的旅行证件，它更是一份你与美国政府之间缔结的基于信任的庄严契约。美国政府赋予了你这份特权，相应的，它也有法定的责任和义务去确保这份至高无上的特权没有被欺诈、虚假或恶意所玷污和滥用。只要我们始终秉持行得正、做得直的原则，在所有与官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保持极致的透明和100%的诚实，那么你的公民身份就是坚如磐石、安如泰山的，你可以尽情享受它带来的所有权利和福利，规划一个真正安心、自在的智慧晚年。请千万不要让一个多年前的小小的疏忽，或者一时贪图省事的侥幸心理，毁掉你和你的家人半生奋斗所换来的根基与未来。希望今天智慧晚年频道的分享能像一位知根知底、愿意对你讲逆耳忠言的老朋友，给你带来真正有价值的提醒和帮助。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对你至关重要，请务必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所有已经入籍或正在准备入籍的亲朋好友。多一个人了解这些关键的规则，就可能少一个家庭在未来陷入不必要的痛苦和动荡。如果你在观看后心中还有任何具体的疑问，或者你自己有一些独特的经历和见解愿意分享，都欢迎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每一条留言我都会认真的阅读和思考。感谢你花费这么长时间观看和聆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